想要建造一艘航空母舰有多難？中国辽宁号的前身瓦格良号的設計師尤里·馬卡羅夫對此表示，想要完成它，我們需要9個國防工業部門、600個相關專業、8000家建設廠商。總之，需要一個偉大國家的全部偉力，才足以打造出一艘纵橫海上的航空母舰。這句話堪稱真理。從1918年第一艘航母白眼巨人號誕生，迄今為止，全世界正在服役的航母加起来還不到25艘。但是我還是想跟大家說，造航母不難，真正難造的是核动力航母。縱觀全世界，唯一擁有核動力航母的國家僅有美國和法國，但歐洲核動力航母獨苗法國戴高樂號也樂不到哪裡去。由於其無法做到双航母輪換，實現全天候戰力常態化，以及甲板過短、無法同時起降、動力偏弱等先天不足的設計，一直被大家調侃為半艘航母。至此，真正能實現核動力航母戰略化的國家只剩下了美国。但是，哪怕是军工科技領先全球50年，對手只有外星人的美国，經過1個世紀的技術積累，手上的核動力航母也僅僅只有10艘。看到僅僅2個字，不少人估計要笑出聲了。別的國家半艘都沒有，美國卻有整整10艘啊！如果你真有這種想法，那我只能說，你或許對美軍真實的戰力與軍事底蘊一無所知。那麼，為什麼核動力航母這麼難造？美國又為什麼能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核动力航母並形成完整戰力的國家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这個經久不衰的笑話？核動力航母就是把普通的核反應堆塞進船裡。之所以經久不衰，就是因為這些人太容易跳進本世紀最大的軍事誤區。核動力航母的核心是以核反應堆替代鍋爐作為產生蒸汽的熱量來源。聽起來很簡單，但你得明白，這可不是在陸地上蓋核電站。在陸地上，你的地盤夠大，防護層想壘多厚就壘多厚，散熱池想挖多大就挖多大。但在航母那寸土寸金的底艙裡，你必須把一個能供應中型城市電力的核反應堆壓縮到極致的體積，這就涉及核動力裝置技術的第一個門檻——功率密度。一艘美軍的核動力航母，既是排水量10萬噸級的鋼鐵山脈，更是一座海上的超級都市。想要推動這座鋼鐵山脈以30節以上的航速在浪尖上狂飆，所需的動力輸出是天文數字。你不僅要驅動那4台巨大的蒸汽輪機，給電磁彈射器提供瞬間爆發的驚人能量，還要給足以覆蓋半個地球的雷達陣列供電，負責幾千名船員的淡水淡化、中央空調，甚至連艦上的幾10台用來炸薯條的工業級電爐都要靠这顆心臟供血。美軍在1961年建成企業號時，為了解決動力難題，曾往船裡塞進了整整8座反應堆，結果船是塞飽了，但船的內部管道複雜的像異次元沙陣裡的迷宮，地勤人員進去修個管子都能迷路。後來美軍總結了教訓，才搞出了尼米茲級上那2座威力巨大的 A4W 反應堆。但這種反應堆的工作環境簡直就是地獄，反應堆內部的壓力容器常年承受着300°C度的高溫和150個大氣壓的摧殘。150個大氣壓相當於你指甲蓋大小的面積上壓着一輛重型卡車。這樣的極端壓力下，任何微小的金屬疲勞或者材料瑕疵都會導致整艘航母變成一顆漂浮的氫彈，更不用說還有巨量的輻射隨時跑出來。為了保證船員不被輻射變成綠巨人，美國人研究了整整1個世紀的安全防護技術，從特種鉛層、石墨到複合材料的科學堆疊，都是絕對的國家級機密。這些回路管道必須在長達幾十年的工作時間裡抵禦放射性物質的侵蝕而不產生裂紋，這就要求必須對回路設備進行非常到位的維修，時刻關注環境的放射性劑量監測，對固態、液態、氣態的廢物進行科學收集。只有每個角落都達到符合要求的劑量，才能讓船員在那樣的環境下高強度工作。儘管核動力航母的建造工作如此繁雜，但收穫的成果卻非常驚人。核動力航母去掉了常規航母最頭疼的煙囱和排氣道，那個冒着黑煙的煙囱不僅占用了甲板寶貴的空間，還讓航母成了紅外線導彈的活靶子。最關鍵的是，煙囱排出的熱氣流會產生嚴重的氣流紊亂，直接威脅到艦載機的降落安全。核動力航母省下的那些空間可以多載20%的航空燃油和彈藥，甚至能讓起居空間更寬敞。裝填1次核燃料，它能支撐這艘巨獸連續在大洋上橫行13年到20年，航程超過100萬海里。只要這顆心臟還在跳動，美軍航母就能不依靠任何當地機場對敵人實施毀滅性的軍事壓力。不過，解決動力問題只能讓核動力拿到通往海上的門票，真正的難題還在那一層薄薄的皮膚上。
大家有沒有想過，到底要什麼樣的鋼材才能在承受10萬噸自重的同時，還能接住时速200公里的戰機们？不少人在網上刷到核動力航母，應該能經常看到別人說，只要鋼板夠厚，航母就能造。對此，我只能表示，如果造航母真的只拼鋼，那這個世界上核航母早就滿大街跑了。航母所用的鋼材可不是普通的建築用鋼，而是被稱為特種鋼的神秘材料。這種鋼材的配比和冶煉工藝是一個國家最高級別的核心機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架重達30噸的艦載機以200公里的時速狠狠砸在甲板上，在那一瞬間，甲板承受的冲击力和摩擦热足以讓普通鋼材像巧克力一樣融化。所以航母甲板鋼不僅要硬，還要有極其变態的韌性，能經受住1000萬次的摧殘，這個就是特種鋼。美國為了研究這種鋼材，在實驗室裡磨了整整幾十年，才搞出了 HY80 和 HY100 系列。這種鋼材的配比精確到小数點後4位，多加一點鉬或者少加一點鎳，性能就會天差地別。如果你沒有這種冶金底蘊，你造出來的航母可能停在港口就開始生鏽，或者下水1年就出現金屬疲勞。不少人懷疑，俄羅斯唯一的航母庫茲涅佐夫海軍元帥號，正是因為特種鋼材料不達標，才會多次遭遇火災和事故，直接讓其架還沒打機場就已經開始面臨退役或封存處理。有了材料，接下來的難題也不小，那就是焊接。航母焊接可不是路邊修车鋪那種火花四濺的普通電焊，它每一道焊縫都要承受數萬噸的水壓和結構應力，必須做到分子級別的無縫銜接。如果焊工的手稍微抖了一下，或者焊接溫度差了5度，焊縫裡就會產生微小的氣泡或裂紋。在戰時，這一個小小的氣泡可能就是敵方魚雷震垮整艘船的突破口。比如美國著名的紐波特紐斯造船廠，他們的焊工都是拿着数萬美金月薪的大国工匠，焊接完每一道工缝後，都要經过 X 光和超声波的反复蹂躪，確保萬無一失。這種對技術和手法的嚴格要求，直接刷掉了地球上99%的工業國家。不過，當你把這些鋼板焊好，準備組裝成型時，你又會遇到另一個燒錢的東西——龍門吊。當年英國人造伊麗莎白女王號的時候，由於自家工業退化，不得不花2000萬美元買別國的龍門吊。這事兒曾被當成段子，但是這種東西美國多得用不完。總的來說，當今世界上在核動力航母建造的系統整合能力方面，美國依然是領跑者。也只有美國發達的工業，才能讓8000家配套廠商攜手生產出數百萬個零部件，並且讓每一個零部件都完全符合規格要求，實現無縫銜接。這就是馬卡羅夫所說的一個偉大國家的全部偉力。不過，哪怕你有了材料，有了焊工，有了組裝能力，如果你沒有彈射技術，你的航母也只能算個高級貨船。那麼，為什麼彈射技術成了除了美國以外所有人的噩夢？提到電磁彈射，就勢必有人會說蒸汽彈射。不知視頻前的各位是蒸汽彈射派還是電磁彈射派？我們先聊聊傳統的蒸汽彈射技術，這是美軍統治海洋半個世紀的殺手鐧。雖然聽起來只是燒開水，但要把那股高壓蒸汽控制住，需要極其複雜的密封技術。如果蒸汽缸的密封性有1絲1毫的差池，彈射出的飛機可能直接就扎進海裡餵魚了。但核動力航母的發展讓電磁彈射起家了。核動力航母最不缺的是什么？毫無疑問，電，源源不斷的電。為了搞定電磁彈射技術，美軍在上面花費了整整28年的時間和32億美元的經費。28年，這時間夠一個新兵長成海軍大將了。很多人問，為什麼要費勁搞電磁彈射？除了核動力提供的電力適配、成本可控，更在於電磁彈射的推力是線性可調的。傳統的蒸汽彈射就像是個脾氣火爆的壯漢，不管你彈射的是30噸的戰機還是2噸的無人機，它給的力都一樣猛，這經常會導致輕型飛機的機體結構被生生扯斷。而電磁彈射可以溫柔地彈射無人機，也可以暴力地把滿載彈藥的重型機送上天。而且電磁彈射的間隔極短，出擊頻率直接比尼米茲級提升了30%以上。這意味着在同樣的半小時內，美軍能送上天的導彈和炸彈是對手的3倍。但這玩意兒的技術門檻高到讓全世界的設計師都想當場撞牆。你需要巨大的飞輪儲能系統，在幾秒鐘內釋放出足以供應一整座城市的電能。你需要極高性能的線性電機，以及能夠瞬間處理海量數據的自動化控制系統。這種工程開發和系統一體化的難度超過了大多數人的想象。美軍在福特號服役初期也曾被這套系統搞得灰頭土臉，故障率一度居高不下。
甚至連當時的美國總統都吐槽過，說還是傳統的蒸汽系統靠譜。但美国海軍的强大之處就在于，他們敢于用真金白银和實戰測試去硬剛技術瓶頸，這就是美軍的底蘊。我錯了，但我改得起，我補得起，我最後一定能把代差拉開。除了逆天的彈射技術，美軍還給自家的核動力航母配備了大量軍工系統，包括電子信息系統、艦載機系統、反艦、反潛、反導等防禦系統。這一切的整合都需要一個國家有極其深厚的軟件算法和系統工程積澱。你得保證核反應堆的高壓不會干擾到雷達的靈敏度，得保證彈射器的強磁場不會讓艦載機的儀表失靈。這種左右互搏的平衡術是靠上百年的航母運營經驗餵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英國造出伊麗莎白號後直呼肉痛，因為造出來容易，維繫這套系統太難了。英國航母造價70億美元，已經讓他們感覺在出血，而美國一艘福特級就是130億美元。沒有這種綜合國力和頂尖技術，大多數國家只能對着圖紙望見興嘆。擁有了這樣逆天技術的美軍以及大量核動力航母，美軍是怎樣進行部署，使其縱橫全球大洋的？讓我們回到開頭那個問題，為什麼我說擁有11艘核動力航母只是僅僅？如果你把全球防禦地圖攤開，你會發現美軍的基地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鎖死了每一個戰略咽喉，而這10艘尼米茲級和1艘福特级核動力航母就是這些蛛網上致命的剧毒蜘蛛。由于核动力賦予了他們近乎無限的續航力，美軍可以常年維持最科學的3-3制部署，即3艘在海上保持戰鬥巡航，3艘在基地進行高強度訓練，3艘在船塢裡深度維護，剩下2艘處於隨時可以出擊的高級戒備狀態。這意味着無論地球上哪個角落發生衝突，美軍都能在48小時內部署一支滿載90架戰機的力量。這90架戰機中包含了能讓任何雷達變瞎子的 EA-18G 電子戰機，以及讓敵機無法遁形的 E-2D 預警機。這哪是海軍，這就是一個移動的國家級超級空軍。別看俄羅斯那艘越修越爛、進源都快跑光的庫茲涅佐夫號，也別看英國那2艘常年面臨有船無機尷尬的女王級，在真正的體系對抗面前，常規航母在核動力航母面前，就像手持巨斧的原始人遇到了手持夜視狙擊步槍的現代特種兵，除了被吊打，就只有被吊打。此外，一支美軍核航母戰鬥群除了旗艦，還會配備1至2艘巡洋艦、2至3艘驅逐艦、1至2艘護衛艦，還有躲在深海裡隨時準備發動突襲的核潛艇。綜合作戰能力足以讓美軍在遠離本土的地方依然能施加絕對的控制力。而更讓對手感到絕望的是，美軍的造艦工厂24小時不停。據稱，下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肯尼迪號、企業號以及多里斯米勒號都在處於建造或海試中，預計2030年代將全數交付到美軍手上。至此，美軍的目標非常明確，要用整整1代人的時間完成全核動力机隊的全面福特化。這也意味着未來的海上規則將完全由電磁彈射、隱身機載體以及核能永動力來制定。當然，我們也得說句公道話，航母也不是絕对無敵的，高超音速武器確實是巨大的威脅。但你要明白，航母不是一個靶子，它是整支航母打擊群的旗艦。想要在這個多層防護體系中找到一個漏洞，所需的成本可能比造一艘航母還要高。正如那句老話，航母是一個偉大國家偉力的最高結晶，而核動力航母則是這個結晶皇冠上那顆最璀璨也最難以被複製的寶石。美軍能擁有這11支戰鬥群，靠的是整整一個世紀的紅利、技術和工業底蘊。在這個海權及主權的時代，核動力航母依然是那個最終的海上裁判。面對這樣的鋼鐵洪流，任何試圖在深海挑戰規則的對手，都必須先問問自己，你的國家是否擁有那8000家配套廠商和那顆永不熄滅的核能心臟。好了，本期視頻關於核動力航母為何難造的解析到這裡就結束了。各位觀眾朋友，你們認為在未來的20年裡，是否會誕生第3個擁有核動力航母的國家？或者說，當別人都造不出核動力航母，轉而開始打造無人機母艦，你覺得未來的海域是否會變成無人機母艦的天下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感謝大家的點讚、訂閱，你們的支持是我持續更新的最大動力。咱們下期視頻再見。